草千千万，男主只为女主动情的设定，你心动吗？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的桥段你熟悉吗？那些为爱拼命的画面你还记得吗？只为向心动女生表白就当众炸喷泉，喜欢的女生没接电话就失忆醉酒自杀，身中情人咒还义无反顾爱上女主，吐血不止。为跟随爱人力竭脚步就跳天机轮盘，喝毒酒，这样的恋爱老男友，你想要来一打吗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这个配音是乐乐不分吗？这样的恋爱老男友，恋爱脑男友和恋爱老男友，它有本质的区别。OK， 是恋爱脑男友，不是恋爱老男友。对，确实差很多。对，所以各位，如果碰见这样的恋爱脑男友，你们会想要来一打吗？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是怎么样的。3、2、1，请亮牌。如今真是毫不避讳的表示自己就是要恋爱，我懂你，对吧？我懂你。恋爱脑男友还是恋爱老男友我都 OK。别说有了啊，是男就行。对。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聊天。我木了。为什么？我经常看这样的电视剧，然后就是一般看到一个帅气的男主角的时候，就是我1、2天就会把那个50多集的电视剧给看完，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女生都会羡慕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吧，多好啊，多浪漫啊，谁不要呢？她有那种小女生的那种就是向往跟娇羞感啊。在那个年龄的再大点你就不这么想呀，你都不这么想啊？打扰了，我还真的是打扰了。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，我看到大概到第10秒的时候，我真的是，如果不是导演组让我看完，我真的是看不完的。哦，真的是哪有这么多事儿呢？我为你自杀，我为你干嘛？我为你去跳楼啊什么？你爱我，你拜托了，你为我去好好挣钱可以吗？你不要这样了，不必为我死，对吧？对啊，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小女孩，包括林夏也，你也是啊。你们就看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男性什么都为你愿意，我干嘛？我告诉你，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杨丽子，如果你的老公是这种恋爱脑的话，你会受得了吗？就首先我看完那些片段之后，我第一感受就是那些男生真的太帅了。我并不想要那么帅的男朋友，因为感觉女生会时刻围着他转啊。谁要这样子？还是有个长得普通一点的。我觉得我们俩都应该都懂这个战略。对，找个长得普通的，长得普通点的，因为这样他会老实点，他会自己。然后关于我愿不愿意看这些剧，我是说实话真的不喜欢看。因为它会创造一种英雄救美的一个气氛，就好像女生特别无能，特别虚弱，啥都干不成，然后她必须得有她这个男朋友时刻顶着她，一出点事儿就过来保护她。但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事儿啊？就女生是不需要被拯救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吧？是吧？跟你去玩一次密室。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玩密室。这个理由说起来真的是闻者伤心，听者流泪。你说，我只有在密室里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柔弱的女生。所以恋爱脑男友，就会在这种就是你感到害怕的时候站出来，对，站出来，无条件的保护你，无条件的保护你，为你对抗你所有你害怕的东西。我接受这种男生。比如说我的父母，他们是我的婚姻的 model， 他们26年结婚了，他们还是非常甜蜜，就是天天 kiss， 然后一走路在一起就是开始挽着手，然后我的爸爸拦着我的妈妈的腰，就是还是非常就是甜蜜那种感觉。搂着妈妈的腰，宝贝，我们去 shopping， 然后唱着香榭丽舍，真的是他们是我的 model。
所以你看，你眼睛里看到了父母的那个世界是那样的，所以你看到那些电视剧的时候，你觉得就是这样子的，爱情就应该是这样。我觉得如果我的父母离婚的话，那我不相信爱情了。真的。Erica， 求放过，求放过。我觉得这种男人有一点太负担了。得了吧，我觉得你可吃这一套了。真的太负担了。我不信，你肯定也喜欢。我真的不喜欢这种男的，就是付出这么多，那他对我的要求肯定也会很高，所以我觉得我也要付出很多。在日本一般都是情侣，就是 AA 制，如果要是只有我拿，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，我就觉得我要付出点什么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种男的就已经把生命给付出去了，那我要给什么呀？就是会让你觉得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太负担了。落的落死，旱的旱死。我是那个旱的是吧？我是觉得他们刚才是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出现，但是我是坚信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。我是不看那些烧脑剧的，只看言情小说，只看恋爱剧，就追偶像剧。让自己一直熏陶在这种氛围里面，但至今还是在熏陶。所以你看起来没有男朋友，但实际上的男朋友都是什么孙红雷啊？对啊，刚才那些高品质的我都已经就是想象过了，体验就没有这个福分。想象过。其实你看啊，就是个人经历不一样，然后看到的就是例子案例也都不太一样。小唐，其实如果你未来要找一个男朋友的话，你会受得了这样的恋爱脑吗？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能到就 OK 了。毕竟我觉得男人其实能力也是有限的，每个人都会有受限的一部分。哇，你这样讲很赞啊，妹妹。对，他的恋爱观。还有一点就是恋爱脑，其实就是在他就是为你去可以做一些很过激的事情的时候，对于你来说可不可能这也是一个负担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对。首尔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要有度哎，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叫做自甘卑微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是爱情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。如果说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孩找到那种100%的男朋友，或者就像这种恋爱脑的男朋友，就为你愿意去做任何事，但是其实在这种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种空虚感。其实你一旦遇到这样的男朋友，其实挺惨的，就是你后面在谈恋爱会有很多障碍。因为你感觉就是他没有自我，然后一方面你很轻视他，但是你到下一段恋爱里，你又去跟他进行对比，觉得说，我上一个男朋友对我是那么的好，为我愿意做任何事，你怎么样，就是他一边调高你的口味，一边又让你吃不饱，所以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不好的。谢谢妈妈跟我们讲大道理，学到了。你们的大部分的观点，我觉得都是说，好像不希望另外一半是这样子的，不想要这样的另一半。但我觉得，我微微有一点点就可以给我一点点怀疑的原因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就是我觉得大家谁谈恋爱的时候都想是那种甜甜蜜蜜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谈恋爱的时候。不过好像男生跟女生在爱情当中喜欢人的状态呢，其实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真实的中国男生他们是什么态度，一起来看一下。会，可以啊，可以接受，有总比没有好吧？玩手机不香，找到了，不会的，会喜欢，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是一种负担吧？我会有点恐慌，太偏激了。不喜欢恋爱至上的女生，但是我接受这种女生的存在。就是比较小女生那女朋友站在旁边，男生会有成就感。我觉得把爱情看得很重，应该会很在乎我。爱情是不能当饭吃。我喜欢比较理智的对待感情一些。我不喜欢他管我太多，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到极致吧，要有一个彼此的空间。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。女生更主要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你这一生你总会碰到不同的人，你不能总是一股脑的就把爱情放在第一位，这样会导致你自己没有时间去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。他把一个爱情放在制高点上的话，我只能说可能见得太少，或者说遇到的人或者遇到的事，身边的事看得太少了。还可以啊，我觉得他们的还蛮理性的。我里面很不认同一个，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，就是他说这个观点其实还是得分，就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她就是她的男朋友对她说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最重要，
但是其实全程在一起是她男朋友一直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，而这个女生并不舒服。对，就是2个人都得都得自在。后来她终于那个成功的，不知道那个大脑被什么就给扭过来了，就是去你的什么都不要了，然后现在变得她特别快乐。那个男生呢，哇哇的在那求她，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这个偏激的男性。这个故事告诉你，就是以后啊，恋爱当中自己舒服最重要。对，但是我发现好多女生真的做不到，有一点。是，可以这么讲吧？刚刚大部分的男生，我觉得回答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比较理性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大家想的其实相对而言也比较清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大家，你们自己是不是恋爱脑？你觉得现场谁是恋爱脑？如晶。他一旦恋爱，一定是一股脑的钻进去。林夏有一点吧，然后还有那个法国美少女。对，那杨离子呢？杨离子已经结婚了，你应该不会再有恋爱脑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你们就有点错了。当时我见到她老公的时候，她当着她老公的面前掏出了个手机，拿了个地图。老公，我等一下要去吃冰淇淋。我已经找好地址了，我就要去吃这一家，而且一定要吃抹茶味的。宝宝，我们能去吗？然后我当时吃饭就愣住了，哇，她原来还会做这种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她老公说太远了，不能去。宝宝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哇！哎，杨离子，自己给我们来一段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特别喜欢玩这一套。首先到哪儿都挂在他身上，他们在饭局上可能也看到了，就是搂他呀、抱他呀、牵他手啊，特别喜欢跟他撒娇。我就是喜欢黏他呀，喜欢黏他。但是其实我生活中不是以恋爱为主，就是恋爱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。但我身边很多美国朋友，加上我姐姐他们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是可以撒娇的。我绝对不会说宝宝那种，我做不出来。哎，你就把自己当成杨离子呀，正在模仿他不就行了？不要低估自己的潜力。你看赵小棠，我妹看着好像特别的，我妹看着好像特别，一天到晚哇要啊。没有啊，我很会撒娇。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那么可爱。我一口一个，好吃的要命哎！太可爱了吧！我妹就是这样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就是我觉得艾琳是不是应该很会撒娇？法国人不会撒娇，就跟美国人一样，不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不会就你们文化香醇。小丽啊，你呢？你觉得就是你是恋爱脑吗？我不是，但是也学会了点宝宝啊，就是今天有点冷了，我没带衣服呀，你能帮我带一件吗？啊，宝宝，我跟你就干得好呀，好呀。他的撒娇是全套的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有手势，有各种这种 pose 的。对。所以这就是经验。如今反省一下，如今。来，你这样，你说一句，如今学一句。来，现场教学。现场 copy and paste， 快点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就这样吧，随意一点啊。哎呀，宝宝，北京好冷啊！来，北京好冷啊！没有，少了宝宝2个字。宝宝，快哭出来了的样子。不会，你快点，我这样吧，我单身好吗？我单身，我跑偏了。对，我是这样的，我不觉得我是个恋爱脑，但是呢，我之前是犯过一些现在觉得特别后悔的事情。我前男友他是中国人，我发现他通过一个软件，他叫了个女性，聊得特别开心，暧昧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，我发现他发了一段信息，说的是我好希望现在和你在这一家酒店在一起。你知道当时多生气吗？但是还是要保持冷静，啊！我觉得我当时个猪。这是暧昧吗？这不是暧昧吧？反正觉得就是特别过分，他就死都不承认这个事儿。
好，那我说来，我们励志一点啊，这是不是你发的信息？他说是。我说这是不是中文？他说是。我说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说不是。那是啥意思呢？那啥意思呢？后面最气的他来一句说：“你是外国人，你对中文的理解还不够。”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当时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在当下就和他分手。所以虽然不是恋爱脑，但是我当下没有和他分手，我当时觉得也是有点脑残。所以分手了吗？分手了，当然了。那你这是你等一下，你如今啊，左哥知道我的初恋交往了5年，然后呢，他是自己告诉我他劈腿，那他很诚实哎，但是谁可以把如今打醒？没有，他就是会把一些女孩子的照片给我看，就是酒店的那种照片。什么？对，那个时候我很小，我的初恋，我以为男人都是这样的。他把跟人家的照片给你看？对，那个照片啊，告诉我的总共数起来是7个，有7个我不能忍劈腿，我不能忍。他是人吗？就是啊，我醒过来了，当时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以为真的是男人都是这样。告诉你，男人都这样，你怎么不扇他2巴掌，告诉他女人都这样呢？哎，遇到我就是这样，他告诉男人都这样，我啪啪，我怎么打我？女人都这样。对，开杠这一把抗赢了。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见面去吃饭，她就哭着跟我说她的男朋友出轨了，我就跟她说，很正常啊。当时我姐妹就跟我说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，男人，你如果要是出1次轨，他会很多次的，不能相信男人的这种原谅我再也不会了，这都是。所以其实准确的说，因为我们那次聊嘛，就说她其实有被就当时的男朋友被 PUA 了，对，就是还好在就是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真的是生气是吧？这听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她现在好歹还走出来了，要不要解救一下如今啊？我觉得她的想法是不是也吓到你了？我觉得他暂时没有什么危险，没有什么危险。我连 PUA 都不配。我告诉你，如今你身边只要出现这么一个人，我告诉你有姐在。你跟香香站在那儿，就显得这家人太难惹了。我潇潇范甜甜站在他身后。我的妈呀！我就问谁敢谈？好吧，哎，我还有一个疑问啊，来问问大家啊，就前面有很多男生女生说不喜欢恋爱脑的一个对象嘛，那如果大家都在爱情当中保持理智，不就代表就没有那么爱了吗？就是，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一边是恋爱脑，一边是那种非常清醒，或者说过于清醒的恋爱，你们觉得还算恋爱吗？过于清醒的那种恋爱方式，我觉得是越成熟越会发生这种恋爱方式的。比如说我在法国的话，就是很多的夫妻他们没有时间，就是没有很多时间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会就是很重视日常的小事情、小心意，就是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就是小的心意是你的生日，那我来送给你的好看的蛋糕，或者跟我的父母一样，就是我的爸爸来拦着我的妈妈的腰还是什么，就是很小的事情才能代表爱情。就是平常的一些小事，其实都是值得被尊重和铭记的，就是觉得那一刻其实都是挺温暖和挺温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甜蜜的感觉。很甜蜜，对。我觉得是。因为心动的感觉，就是医学角度来说，医学角度对这种心动的感觉，就是只有荷尔蒙分泌的时候才会有，就是那个时间是短暂的。袁如今你怎么会摸摸这儿？荷尔蒙是从胃里产生的吗？忽略我。OK。就是理智的状态下看到一个合适的人，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比这种在荷尔蒙分泌的时候会更准一点，更稳定一点，有可能后面会产生一些亲情，然后也可以发展成爱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。
哎，我发现你啊，就听这些事儿啊，你就只有叹气和极端羡慕2种神情。你刚才那声叹息，具体的内涵是？我是理性了很多年的人，而且又整天搞这些逻辑思维的东西，我自认相当的理性。但是其实我觉得爱情，我看的爱情里面最好的那一部分，就是大家盲目跟疯狂的那一部分。如果每一个人谈恋爱都是在就是计算，然后想清楚，那跟朋友相处有什么差别呢？跟我妈相处有什么差别呢？是不是？那就是亲情，那就是友情，不是爱情。我就是少了那一点疯狂。来开杠！我觉得所有姐的表情写着我换了绝症。你疯狂起来呀！你少那一点疯狂。我疯狂起来，我现在还不够疯。你看我今天的论点有哪一个是正常的？对不对？我都疯了，但是还没有遇到一个疯了的人。然后呢，当你疯狂了一次，我们再问你刚才那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起码要失恋一次嘛。我也觉得。起码要失恋一次，我已经为就失恋买醉已经预习过很多次了，但并没有成功过。这句话也太好笑了吧！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你现在遇见一个男生，他很爱你，他非常理智的爱你，他非常理智的爱我，这话好矛盾，但是可以。就是你会觉得他不够疯狂吗？我会。所以其实我知道，不是没有人喜欢你，你就是必须要满足你对爱情的预期。所以呢，他就会预设一个场景或者是什么，慢慢的就将这个场景作为自己对爱情的全部的向往和设定。我支持你，我觉得宁缺毋滥，对吧？对，就肯定要先喜欢自己喜欢的人呀。没有，我是宁滥勿缺。我们今天探讨的女生的一个恋爱脑的一个话题，其实自古以来女生都是男女之间，我觉得相对而言更加去向往爱情的那一方，更愿意去付出的那一方。那么对于一直向往爱情的女生而言呢，恋爱自由度的一个增加，其实也意味着风险变得更大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在恋爱当中呢，要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因为自由永远都是有代价的。只有当你能够对每一个恋爱选择承担责任，你才可能在爱情当中收获更多。怎么说的这么好啊？嗨，有准备。你每次你有这些事儿，你都跟谁说呀？我有的时候会跟就是我闺蜜说，然后有的时候会跟我妈说。跟你妈妈说啊？但我妈妈就是有的时候她不理解，她会首先觉得她自己很理解，然后一顿进行教育我。但是我觉得她说的都有点谬论。其实前段时间啊，我们也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火的一个感情的帖子，当时呢好像很不能理解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起来看。热心网友在线劝分，包您满意。近期拥有27万人的某论坛劝分小组彻底出圈，原因是组内高楼，七夕节男朋友让我陪他回家收谷子，我要分手吗？引起热议。从楼主抛出的截图看出，女生一早请好假，计划跟男友过一个甜甜的七夕，谁知男生中途放鸽子，说要回家帮忙收谷子，并期望女友同行一起劳动。从满满的期待到满满的失望，决议七夕节变单身节，嗨！但想到与男友的过往情谊，又于心不忍，于是在线迷茫，寻求一剂爱情猛药。网友们个个来劲儿，大笑之余在线劝分。哎呦 ，What's up people？ 难道你就是女版的恋与耕作人？不分不是人系列，分了吧分了吧，和他一起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他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吗？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所以就是收谷子，然后引起了这个闹分手的一个事件哈，很多人都劝他们分。对这个事件，你们到底怎么来看呢？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。3、2、1，请亮牌。好，宁夏，你不是恋爱脑吗？你怎么也会气炸了？就是情人节嘛，每一年只有一次，我就是为了你请假了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你要回家收谷子？跟你一起啊，不还是跟你在一起吗？多好啊！你们家的那个谷子，它是只有情人节才能收吗？还是有情人节特惠吗？那情人节陪你待1天，第2天就带你回家收谷子，那就过完情人节
应该可以吧？要看情人节过得怎么样。就是想过情人节。就是他换一种方式说，我想和你在情人节当天一起手牵手，去那个稻谷田里，你追我跑，哈哈哈，来追我呀！然后顺便收一道谷子，你会愿意去吗？收谷子有什么浪漫的呀？一看你就是没收过谷子。我就去过农村，然后收谷子很累的。感觉这帖子是你发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杨丽子，你觉得呢？多好的一个机会啊！我真的觉得会很好玩，因为我很喜欢农村。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吃饭，东西直接弄到盘子上，或者直接从超市里卖，我们也没看到它背后的那些过程。但是农村里，它真的是每一个部分都是由你自己双手打造出来的。所以如果看到这个帖子，我的回复是：怎么报名收谷子？我想去，自费。哎呦，你有去过农村吗？去过呀。他喜欢呀。你特别喜欢？我特别喜欢农村。那后来怎么在城里待着？我是学生啊。哦，对，他是学生，他其实很喜欢环保。哦，他很喜欢做这些东西。看得出来。看一下 Erica 怎么说来。我觉得完全可以。现在在日本，很多年轻人都去农村买房子，然后在农村种田，然后种米，跟大自然生活，脱离这个城市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法国人也很喜欢农村呢，就很浪漫，很田园。田园风。就是收谷子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，我觉得。可能这个男生的沟通方式不太对。他不应该这么随意发给他，我们换计划什么？女生很介意，就是你沟通的方式，你有没有尊重那个女生的时间？所以，如果你的男朋友这样给你发信息，说你想不想在这么特别的一天，跟我回到我的家乡，一起去看看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？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我还可以手把手教教你怎么样来收谷子。我们可以过一个那种田园的乡村的浪漫的情人节。对，都是沟通，因为是一样的活动，但是你说出来的不一样啊。这是免费劳动，我告诉你，而不是沟通。不好骗，不好骗。太清醒了，太清醒了。我们先来看看阿菊怎么说来。就说男朋友有那么好找吗？男朋友一点都不好找，好吗？真的，而且他愿意让你回家见家长。就我觉得见家长这件事情，在我们国家是非常浓重的，而且带你回去收谷子，那叫孝顺。孝顺的男人有那么好找吗？那他如果让你住在招待所里，不带你回家见家长，只是收谷子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男朋友真的很不好找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小事情就开始计较的话，那就有一点小问题了。如今频频点头，很有共同语言。对，但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如果要收谷子，肯定是收谷子啊。我觉得这个帖子里面过分的不是男孩，是女孩。女孩不是最喜欢讲那句话，问你理想型是什么？说我喜欢性格好的，我喜欢孝顺的。那人家现在很孝顺啊，妈妈叫他收谷子，他就回去收谷子。对啊。这时候这个女孩子现在发帖说要分手，这女生是不是醉了？我立刻过去告诉他离开我儿子，对吧？对呀，对吧？大家不是喜欢向往的生活吗？就喜欢那种就是这样说很治愈、很疗愈，然后现在跟我说不行，七夕必须吃什么烛光晚餐之类的吗？真的，你看你要回家见父母的话，爸妈可能会包点红包，对不对？做点好吃的给你吃，也是挺好的。对啊，这样七夕就过得很浪漫。我们来看一下那边有一个人就不这么想哎。我完全不这么想呢。首先呢，好像男方也没说要让你在那儿收谷子，对不对啊？他收他的，我在旁边吃瓜子不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也陪他嘛，过情人节。但是我主要的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，我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怎么就晚上有这么多人是选分手的？他们完
全在不了解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下，他就提你们怎么分手，你们干嘛干嘛干嘛？你了解我，你了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吗？你不了解，那提什么提呀？来，你听我讲啊，我给你科普一下，在这个某论坛上有一个叫做劝分小组，劝分小组呢一共有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一共有27万人。然后这个小组呢主张是劝分不劝和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小组叫做劝和小组，他们是专门劝人和好的。但是呢，这边劝和呢是6000多个人。没做宣传，宣传没做好。小刀，你知道这些小组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没事会逛某论坛。比如说我就说我吧，你去那个某论坛查我的名字，你会发现所有的评论都不是什么好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劝分的比劝和的多，是在我意料之内的。我有一段时间啊，很爱看那儿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小组是我很关心的小组，然后那个小组呢，有的时候偶尔就会聊到我的时候，我觉得都挺温暖的。但是后来我又被一小部分就不太温暖的东西有被伤害到。我发现温暖我的内容跟伤害我的内容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伤害会更大。就是人有的时候会记住那个痛，记住的更明显一些。所以后来我就选择就不看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了，你们是怎么样看待我刚刚讲的这个劝分小组？其实我的老公的哥哥的前女朋友，我们就管她叫前嫂子吧，这个太长了，在那个小组里面发过一个帖子，问大家该不该分手。但是问题是，他说的全部都是哥哥的各种各样的缺点，但是他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招人讨厌的地方都漏掉了。那当然了，谁会写个帖子我首先不是人，然后我哪是人？肯定是说对方坏话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大家是过来吃瓜的、看八卦的，还是真心想帮忙，就不管是什么人，全部扑上来说，哎呀，赶紧把他甩了呀，他配不上你这个那个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帖子有时候可能需要注意一下，那个写帖子的人，他有可能像前嫂子一样，把一些现实的东西扭曲了一下，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漏掉了，为了博得大家的同情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网络只有单方面的解释，就没有听到双方的故事。对，所以其实还蛮偏见的。你不喜欢这个劝分手？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只有劝分手的人才是真正单身的人，就可能真的是跟老公离不了婚啊，或者是自己生活上导致到的因素和元素，所以才自己不能在现实中做这件事情。那我就在网上劝陌生人啊，达到一个生活中的一种认可吧。对。像如今这样就一直以来在演习分手这件事情的人，对我就是如果有人来问我，我就分，就是我们单身的，你们还会问我们要不要分，大家一起单身。我就是嫉妒，见不得你好，他就是这样，他是坏的，分。而且，但是有时候你不觉得你听到别人说分的时候，你就在想说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但是你知道是分人，是你会，因为你很成熟，就是比如说有人告诉你分，你会看那个评论，哼，你在教做事吗？对，我就你说呀，你让我分是吧？我就好给你看。但是他们是自己发帖子的，就他们来问我的，你来问我，我就说分。你刚刚讲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告诉你，或者2个人告诉你，但你真的发了一个帖子之后，它会有个投票率。对，比如说100个人里，真的有90多个人告诉你说分，也有可能会有几个人告诉你说不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原来大家都这么觉得，是不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？但我觉得主要是劝分的人，大家就是没有负担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就是大家开心，就是劝分起哄。说这话的人不需要付出代价。对，但是你劝和的话，你要给他理由，那就比较有难度了。一般网友就不喜欢太有难度的，对吧？你要我劝和，我要跟他说，哎呀，其实他这样是对你好的，要跟你讲道理，要给你讲理论，可能就卡住了。所以只有6000多个人过了这一关啊，6000多个人太有空打1000多个字给你分析。对。林夏，你觉得呢？在马达加斯加是没有这种关于感情的网站的，连一个关于爱情的节目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网红是做这种关于爱情的事情，就是这俩，他们俩。然后他们在网上呢
也会受到很多批评，就比如说这个，不在网上发布照片的情侣等于完美情侣，就是大家都觉得情侣就不要把自己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就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们就还是比较传统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网上劝分的人应该是经历了很多在感情方面的问题，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在感情方面很幸福的人，他是不会去网上去劝别人去分手的。我真的也不能完全排斥有一些真心想帮忙的人，就是我也认为大部分应该都是要么是过来看戏的、看八卦的，要么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有一些不好的经历。但是有一些人真的会把回复这种帖子当做一个爱好，就是不管是情感还是什么别的东西，就是有一些人真的会很喜欢去帮助别人，用自己的经历去给别人一些建议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帖子，肯定会有一少部分这样的人存在。但是不一定你有资格去说，就可能你自己也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爱情故事去判断这个对不对啊？我没有说有没有资格啊，我说真心想帮忙。对，但是我是讲爱情这方面的，就不是说所有人劝分手是有资格的，就可能是如今一个人分，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恋爱经验，他说的到底也对不对嘛？如今的分是带着恨说的，恨的。其实有了这种很难的事情，可以找自己的闺蜜、身边人。真正的好朋友，他会跟你一块难受，但是他肯定不会去跟你说你去分手，他肯定先让你冷静下来。这你就错了。我闺蜜会，有些人就是玩不够，比如说前嫂子。他跟所有人都吐槽，问该不该分手，这个那个的。就有些人他就是玩不够，就是谁都想吐槽自己的对象。不过人都会喜欢跟陌生人说自己的心事哎，因为有时候你在现实中你会担心你认识的人怎么看你。对，比如说有些事情过于奇葩，你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恋爱的发生的事情啊，你会有时候会有一些担心。但你觉得在网上毕竟是躲在一个 ID 后面嘛，毕竟是陌生人，我觉得这种他人看法的压力会小一些，所以他们会在网上求助，有时候只是单纯发泄了。对，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，就你们觉得分手这件事情上，男女生会有一些思维差异吗？小唐，我看过一个帖子嘛，然后3天不联系就等于默认分手。女生吗？就是他们会觉得女生是这样想的，如果一个人很喜欢一个人的话，他会每天不停的想要联系到他，想要找到他。你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特殊的事情，或者说一些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你3天不联系我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就在等同于你告诉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。我刚刚脑子里想了一下，如果我谈恋爱的话，我不会3天不联系。你怎么？对呀，你怎么看？谁会3天不联系啊？被关起来了吗？你去参加青春有你了吗？对啊，你手机被没收了，还能藏手机呢。哎呀，呀！而且我觉得3天不联系我，你肯定是3天会联系别人。哦，对。那谁是你最想联系的人呢？我们忍不住就要问了，对吧？对，你联不联系我倒是不在乎，你联系了谁，我相当之在乎。你知道的呀。然后我问你们，他比如追你的时候3天不联系，你会答应他吗？不会。追你的时候每天都给你送养乐多，是吧？恨不得每天联系，然后突然在一起了以后，突然3天消失了，说彼此需要一些空间，这肯定是不行的呀。所以啊，你1天不喝你就够难受了，更何况3天不喝养乐多，不能想象哇，对吧？这个恋爱这种事儿啊，有时候就是说不准。有的人呢，他就喜欢喝什么，喝甜甜的红瓶啊；有的人呢，就喜欢喝什么清爽的蓝瓶，对吧？男生不联系你，可能真的是忙，没把这个当事儿。这是个理由吗？它不是个理由。你在说什么？求生欲特别的强，说服不了自己。它不是个理由。哎，如今这个你受得了吗？就是突然一个人3天突然就不联系你了。我觉得3天不联系，他绝对是要跟我分手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当代社会怎么能做得到3天不发任何的东西？他跟人家出了三亚玩了3天，回来跟你说，哎，对不起，给你看个照片，我跟你交代了。问题来了吧？陷入沉思。我觉得3天如果不联系的话，我第一个可能会特别担心出啥事儿了哈？对，
以就你如果在没有办法去联系的状态下呢，像就是军人啊，像《太阳的后裔》嘛，那特殊情况就是那大家都能理解，是吧？还有像杨丽子喜欢骑车，如果要是爬山的时候手机没有信号，然后丢了跑了，然后就摔倒了，没有办法联系，怎么办？万一杨丽子被人带去爬山了，杨丽子被人带去爬山，指不定回来的是谁。别说了，大家不愿意跟我去爬山了。他不知道爬山的梗。不是，我知道。哎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知道那个剧我看了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哦，对，我知道，我赚你了，别小看我了啊。我倒想听听男人们的3天消失的理由是什么。这样哈，我们来看看街上的男人他们是怎么想的。不是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应该不会吧？不会3天不联系他，应该会吧？有。说明就一个人就想单独处一会儿了，不是说我不爱你了，对不对？说明3天之后就过来找我。我跟我女朋友有时候3天不联系，有时候我打游戏打得过火了就忘不联系。我又不是渣男，也不是海王，他在我身边消失一小会儿，我就会很难受。因为2个人遇到也不容易嘛，我还是会珍惜这一段感情的。他们联系你，你也没联系他呀。假如说你觉得对面是想分手，那你肯定也是想分手的，那分呗，因为你自己是想分手的。可能就是不想跟我联系了吧，可能就和别人在联系吧。那得看什么样的女朋友吧。如果特别合意的，我可能1天都接受不了。如果是那种本来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的，那可能就很久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谈过女朋友，这都是假想的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很敢说呀，这位哥哥，不怎么喜欢谈什么恋爱对呀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哎，这个真的挺敢说的。很敢说呀，一点求生欲都没有。但是你看啊，你看有一个男生，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说不会啊，不会想分手啊，我有的时候就想自己待一会儿，独处一会儿。什么要独处3天啊？是昏过去了吗？他只是想静静。我很吵吗？你不吵吗？是有点吵。我可以安静的坐在旁边呀。3天。分手这件事呢，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很多的理解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哈。杨丽子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中国女生好像倾向于拿出来“分手”2个字来威胁对方，让他老实点儿。但是在美国，虽提分手的更多是男生，但是区别是他不是威胁，他真的会跟你分手，然后他会在外面玩一圈，几个月以后他还会回来找你，所以要重新开始。美国女生一般是分了就是真的分手了，就是不要你了。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其实肯定是有差异的，大家的思维模式都差别是很大。就像刚才杨丽子说的，其实男生的后劲是比较慢的，就一般分手女生是马上会难过，会很伤心，然后呢他们1-2个月之后能走出去。但是男生的话，他一开始会很开心，觉得我单身了，我要出去玩了，我跟朋友去喝酒了，然后当他玩够了1圈之后，他又开始空虚寂寞冷，又开始觉得哎呀我还是女朋友好。但这时候女生可能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人。就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拍拖可能会7-8个月，然后他们在脑海里面会有一个 list， 就是一个列表。对，我要长得好看吗 ？check。愿意陪我玩密室逃脱吗 ？No。会煮饭吗 ？Yes。就花7-8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都捋出来，看你到底及不及格，这个分数打得怎么样。然后如果你不及格的话，那我就跟你分手吧。结果到下一个那个人比之前打的分还要低，所以才会吃回头草。所以我觉得男生肯定心里会记着一个这种，计算一下，很理性啊，肯定是一个会计师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叫"女人的心都是死在一些小事上"。女性呢，她会把爱落到非常实际的层面，就是你看，我们经常会，你要求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，所有的男的都会问一句话：至于吗？就他们会说我爱你，他并不觉得有小事情可以证明这个爱。你看刚才那个男的说3天不联系不代表我不爱你了呀，但是女生很容易在一件小事上，比如你做了这件事你不爱我了，你做了那件事你不爱我了，就是我们会划线，把具体的行动跟他说的爱，就是把它连起来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艾黎怎么说。在照顾女生这个方面的话，
中国男生已经很甜蜜啊。比如说女生大姨妈来了，就是一个中国男生，他会很愿意去照顾你，给你什么盖被子什么的，热水什么的。法国男生的话，大姨妈来了，我们为什么也要见面？你的心情这么差。其实我们在法国有一首歌，就是吐槽女生大姨妈的时候要见面，就是很烦的事情。呀。对，就是不能再听了，再听我们就要反省了，是吧？对。你看他刚才说美国男的那样，怎么是法国男的？怎么我们身边这些都是佼佼者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现在也觉得怎么回事？Lucky girl。对呀。哎，乔丽亚，你也讲2句吧。我觉得女性太容易想多。他如果给我发了个晚安，后面没加表情，我生气。凭什么呀？我给你发了，而且他一定要发的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给我加个表情？而且我们有时候发晚安是希望他回复再聊一会儿。你不聊，你至少表情量要比我丰富一点。女性真的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，容易想多，男的大部分都是太直了。我妹也是一个超级直接的人，妹妹，你觉得男生跟女生面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差异吗？分人。像我们身边这种佼佼者啊，他们应该会是比较还不错的。但有一些男的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想跟你好好的去恋爱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所谓。但是如果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人，他真的是很爱对方这个人，我觉得他对分手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了，都会挺难过的，都会很难过。我说一点真实的感受，年轻的时候我是那种劝分不劝和的人，因为我也情绪很表达特别直接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为别人做选择。对，稍微长大一点之后，我变了，我变成劝和不劝分了，因为我觉得多一点希望总是好的。大家都是独立的，所以我们个性都挺强的，我们谁也不靠，我们都靠自己。而且在恋爱当中，很多人现在因为自己够强烈，所以也不太愿意为对方做很多的改变。但是我必须要说啊，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跟如何跟爱人相处，其实它是2回事。遇到合适的人呢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特别小概率的一个事件。因为分手和试错呢，其实不会增加它的概率，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有可能遇到那个更加合适的人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。养乐多姐妹们的茶话会，每周日、周一、周二中午12点，陪你边喝边唠。我们来看看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婚姻的这个描述。看这种视频，你们不觉得会很悲伤吗？放弃自己是最可怕的。我真的是发现，在中国的电视剧，女主角特别喜欢和小三儿去辩论，谁会和她讲话呀？就直接打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女人她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你想想，一个男的宠成什么样了？一个男的，你竟然允许小三到这个就是你的妻子面前去叫嚣，2个已婚的上头了。